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仙女。大家好，我是 Jackson。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很会跑的男人。这个男人他不只成功从警察局跑出来，而且他还先后2次从现代监狱里面直接逃脱。最神奇的就是在他最后一次的逃跑里面，他在路上还遇到了一名警察。这个警察当下有对他产生怀疑，但是他并没有认出他就是现在正在逃亡的逃犯。结果这名男子就凭借着超高的心理素质成功骗过了警察，而且这一次的越狱也直接让他跻身美国前15名的逃犯之一。他就是理查德·李·麦克奈尔 （Richard Lee McNair）。1958年12月19日的这一天，麦克奈尔就出生在了美国的 Oklahoma。他的父亲是一名珠宝经理。成年后的麦克奈尔也曾经加入了美国空军，被逐渐晋升为了一个军士。后来又因为当过军事的宪兵，退役之后，麦克奈尔就当了一个卧底警察。但是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他就时常跟那里的黑帮混在一起。结果时间久了，他也就染上了偷盗的坏习惯。正所谓上的山多，终遇老虎。哇，你这样有墨水了。对呀，你没有看我把他讲成老虎。OK 啊。终于，他就在1987年的11月17日遇到了麻烦。就在这一天，正在偷东西的麦克奈尔，他就试图撬开当地谷仓的保险箱，结果就被那个谷仓里面的司机还有经理看到，然后麦克奈尔情急之下直接开枪射杀了对方。结果卡车司机身中4弹，当场身亡，仓库的经理也受了重伤。但是由于麦克奈尔他当过警察嘛，他有一定的反侦探能力，他会把现场清理干净之后，然后还把保险箱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带走，并且把他们都放在了他租的那个仓库里面。结果隔天警察来到案发现场要调查的时候，其实完全查不到任何的东西。事情就这样过去，一直到3个月之后，因为那个仓库是用租的嘛，但是麦克奈尔他就忘记还钱，去续租，结果老板就一直都看不到钱，他就直接打开了那个仓库来看，就发现他在储物柜里面放的竟然就是新闻里面报道那些原本应该放在谷仓保险柜里面的东西，还有几个弹壳。于是这个老板他就立刻报警了。警察到达现场之后，他就根据拿到的这个子弹的弹壳，还有之前发生命案那边子弹的那个弹壳拿去对比，对，他们的口径竟然是完全吻合的。警察立马就对这个储物柜的持有者，也就是麦克奈尔展开了逮捕行动。第二天一早，麦克奈尔他就一如往常的去上班，结果就被守候了很久的警察直接抓获，然后就把他带回去警局，把他铐在了一个警察局的椅子上面。于是他就趁着这个警察不注意的时候，想办法去打开了桌子的抽屉。他就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唇膏，然后涂抹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用力把手抽出来，然后再冲出去房间，把其中2个警官放倒在地上。跑出去之后的麦克奈尔，他就马上偷了一辆车，但是你在前面跑，警察就在后面追。他最后走投无路，他就爬上一个3层楼的那种住宅的楼顶啊。然后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警察包围了之后，他大喊一声：“我不去监狱！”结果狡猾的麦克奈尔最后他也陷入了绝境，他也不甘愿被抓，他就站在那个楼顶，他就看到底有哪里可以跑。他看到了，跳下去。对，他就是看到了他隔壁那边有一棵大树。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总之他就马上从那个屋顶的房顶啊用力跳，直接跳过去抱住那个大树的树枝。现实里面8成9成都是会出现悲剧的。麦克奈尔他虽然成功抱住了树枝，但是他已经低估了自己100多公斤kg的那个体重。所以那时候很肥啦，那时候。蛮大只啦，蛮大只，不可以讲人家肥，礼貌一点啦，大只。大只。结果那个树枝完全承受不了麦克奈尔的重量，他就重重的摔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结果就直接被警方逮捕了。虽然这一次啦，麦克奈尔他成功的从警察局里面逃出来，但是其实他也只换到了几个小时的自由。被警察抓了之后，因为他从树上面掉下来嘛，其实他也受了重伤，他就被警察送去医院。从医院出院之后，他就直接被送到了沃德县的监狱，等待接受审判。当然，铁窗是困不住麦克奈尔这颗躁动的心。
他的越狱计划其实一刻都不曾停止。在监狱里面待了3年之后的他，终于在这个夜晚，又要开始他的逃跑行动了。1992年，麦克奈尔先是破坏了监狱的通风孔，就在他准备要逃跑出去的时候，他就被他的狱友出卖了。所以励志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这2个字。同年10月的时候，麦克奈尔又再多一次联合另外2名狱友继续挖洞啊、钻通风孔啊、破坏那个通风的保安系统。最后3个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看准时机，成功逃出升天。成功跑出去的3个人，他们就一出去就分道扬镳，分别逃往了3个不同的方向。麦克奈尔出去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头发染成了 gold color 金色，并且偷了1辆车，然后逃到了更远的地方。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就去做他的老本行，就是偷东西，然后来换取一些现金。警察也根本找不到他到底在哪里。然而，跟随着麦克奈尔一起逃跑的2名狱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其中一个在越狱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抓，另外一个也在几天之后就被捕。所以3个人里面只有麦克奈尔是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警察苦苦追寻了他10个月，仍然毫无头绪。一直到了1997年的10月，麦克奈尔他又在偷车了，不过这次他也没有这么幸运。他是自借在偷车的时候就被警察抓掉了。对于这个已经有着2次越狱前科的人，麦克奈尔这次自借被关进了铜墙铁壁里面，那就是从未有任何犯人成功越狱的波洛克监狱。波洛克监狱里面全部关押的都是重刑犯，而且他的戒备很森严。对于那些什么挖墙啊、打地洞啊、钻通风孔啊这些老招数，通通都不管用。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你遇到麦克奈尔。办法总是有的，就看你自己的头脑够不够用。在麦克奈尔他每一天细心的观察之下，他终于被他发现了这座监狱存在的漏洞。在这个波洛克的监狱里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进来一批的邮袋，犯人们就可以把这些邮袋缝好，然后可以赚取一些收入，可以让他们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然后这些缝好的邮袋最后也会由那个拖车把他们拖走，然后送出去监狱外面。麦克奈尔就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熟悉每一个步骤还有流程。在2006年的4月5日，麦克奈尔就开始了行动。他为了伪装成邮袋，他先用钢管和邮袋上的拉链做成了一个铁架子，这样他就可以整个人锁在那个架子里面。然后他再把塑料桶套在头上，然后确保自己所藏的包裹不会被包到太严实。后来麦克奈尔他也准备了食物、水、衣服、急救包、刀片、地图，这些物品全部都绑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他哪里找到刀片？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他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在那个监狱里面工作啊，然后慢慢偷一点，对，这口拿一点，那头顺一点。你看自己也会看到嘛，他走一下，突然间收一个，收一个，然后没有抢到。就在他藏进去以前，他就指着那一个他即将要藏的包裹袋那边，他就跟工作人员讲：“等一下，你记得要拉这个啊，千万要记得拉它，外面有急用。”然后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把他自己给装进去了。他首先将铁架子还有塑料桶放在底托上面，然后再围上那个邮件的袋子。在他打包整个包裹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的地方留了一个小洞，就方便他等一下他自己可以钻进去。然后他也在他的身上涂抹了那些滑石粉然后装进包裹后，他就用袋子还有就是硬纸板将那个洞口堵上。麦克奈尔还用一个纸板做了一个细管，插通了一个空隙，从而就解决了空间还有呼吸的问题。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麦克奈尔就静静地躺在一堆邮袋里面，等待着工作人员把他还有成千上万的邮袋一起送出去监狱。一直到他已经确认他已经离开了那个监狱之后，麦克奈尔就用他之前准备的那个小刀片，有吧，就割开那些邮袋，并且开始了他人生的第3次逃亡旅途。
在麦克奈尔他已经逃了2个小时之后，工作人员才陆续返回到仓库里面。当他们看到满地都是杂物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才拉响警报。结果里面的那个监狱管理员就立刻将犯人全部召回到自己的监牢里面，开始清点人数。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的主人翁麦克奈尔越狱了。下午2点的时候，这个监狱就联系了当地的警察局，对麦克奈尔进行抓捕。但是麦克奈尔他曾经有当过兵，而且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为了避免警犬会抓到他的行踪，他就先从 A 点小跑过去 B 点，然后又从 B 点再跑回 A 点，就是一直往不同方向这样子逃跑，就企图扰乱那个警犬的嗅觉。当地的警察局也就接到了监狱发来的传真，传真上面就印着麦克奈尔的照片。可是那张照片其实只是一张黑白照片，不太清楚，而且还是6个月以前的照片。照片里面的麦克奈尔那时候还留着胡子，而且在他的左手手腕，还有就是左右的膝盖上面都有着疤痕。就在麦克奈尔已经逃出这个监狱的5个小时后，他已经换上了运动装，然后戴上了眼镜，沿着铁路伪装成一个正在户外运动的男人的样子。他就这样在铁路旁边一路小跑。这时候外出去抓捕麦克的警察叫做博德龙警察，很快就发现了正在跑步的麦克。他觉得这个正在跑步的男人有一点像监狱刚刚发出来的那个逃犯的样子，于是他就拦住了麦克，准备对他进行询问。当时这个博德龙警官他的车上面就有一个监控记录，他就直接记录了2人的对话。当然这段对话最后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教材，因为麦克奈尔在跟博德龙警察对话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紧张，就很像我们2个朋友这样子在聊天，已经认识很久了，很久。对，他就是利用他很惊人的演技啊，成功欺骗了这个博德龙警察。而且这个博德龙警察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警官。Devil, is he? You live around here, boy? No. Where you live at? Down the road by Pineville. Pineville? Uh-huh. Okay. Do you have any form of identification on you? No, man. What's your name? Robert Jones. Robert Jones? Uh-huh. Why, I'm not supposed to be on the tracks? No, that's not the problem right now. What's your address? I don't have an address. I'm at the hotel. We're working on houses and stuff like that, the roofing. Roofing? Yep. Okay. For my brother. All right. What is? We got an escapee. Oh, shit. Where from? Prison. There's a prison here? Yeah. Huh. Where are you from? Huh? We're originally Dallas, Texas. I mean, that's where y'all that's stay where we're out of. out of Dallas, Texas. Yes, What's your name again? Jimmy Jones. Put yourself in my position. Well, yeah, but I'm not. I know. Come on, I'm man. not throwing you against some some. prison escapee. Hey, you wouldn't believe what them guys do. Okay. I mean, they got years and years to think about how they're gonna do it. 其实麦克奈尔在这里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对不对？大家注意看这个影片哦。当这个警员第一次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麦克奈尔第一次说他叫做 Robert Jones， 但是后来这个警员又再问他多一次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第2次他就说他自己叫 Jimmy Jones， 就是从 Robert 变成 Jimmy。对，然而这个博德龙警察他也没有怀疑，他虽然有迟疑，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但是他也没有发现这个致命的错误。哦，可是我在这边有看到一个，感觉像天都在帮他一样。对，因为有发现到吗？他后面那个车在经过，对，然后就分散了那个警察的注意力。是，所以真的，如果你要逃的话，可能他有一点感动上天，天都在帮他。直接问他，当他问他叫什么名的时候，他都让同时那1辆车经过他的旁边，直接分散了博德龙警察注意。对。Take your glove off. Any tattoos or anything? Look it over. No, I'm just. No, he's clean. 过
过后呢，这个博德龙的警察还检查了就是麦克奈尔的手腕啊，看有没有疤痕啊。因为根据监狱里面的信息，在6个月之前，麦克奈尔是受伤的，但是因为6个月以前嘛，他现在他的那些伤口那些全部都已经康复了，对，所以你其实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而且照片上面的麦克奈尔是留着胡子的，但是现在这个麦克奈尔他已经剃掉他的胡子了。虽然这个博德龙警官他有曾经怀疑过麦克奈尔，但是因为麦克奈尔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最后博德龙在跟麦克奈尔交谈的这10分钟里面，他最后直接放他走了。Your phone number, your cell phone number, so I can have whoever call you. Just call. You got a cell phone with you? No, hell no. I don't even have a cell phone or anything. Just call 911. Is all you got to do, and they'll get a hold to us. All right. That's our quick line You there. have a good day now. Be careful, buddy. Thank you. All right. 而且他们2个人的聊天还是谈笑风生，最后他还跟他说：“你要小心哦，你一路上小心。如果你遇到有什么事情的话，记得报警911。”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个正在要被抓的人。被抓的那个人。对，不久之后，这个博德龙警官他就遇到了另外2名狱警，这2个狱警就给博德龙警官看了这个麦克奈尔最新的照片。这时候，博德龙警官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放走的人就是麦克奈尔。于是他就把他的那个车的监控调给这2个狱警看，2个狱警朋友一看了就马上确认这个男人就是麦克奈尔。根据博德龙警官的确认，他当天看着麦克奈尔是逃往了南方的方向，于是警方就开始了往南方的方向设置了路障，准备在那里守株待兔。在跟博德龙警官对话之后，麦克奈尔知道自己的行踪应该迟早就是会被怀疑的，所以他就决定不要再往南跑，而是改往跑去北边，逃去加拿大。麦克奈尔的这个决定让警方原本想要向南追捕的计划直接落空。从此之后，麦克奈尔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2006年4月3日，麦克奈尔也被美国列入前15名的通缉犯之一。美国政府还开出了$25000的悬赏金额，征求民众的线索。警方也指出，他是自1991年以来第一个从联邦监狱里面越狱的逃犯。哇，这样他不是名声大噪？是他名声大第一个噪。哦这时候的麦克奈尔，他还是继续靠着偷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在麦克奈尔的逃亡过程中，他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美国通缉令》。他必须时刻的了解警方的行动，以确保他自己不会被抓住。所以在之后的每一年，警方都一直在尽全力的逮捕着麦克奈尔，但是最后都没有将他抓到。一直到了2006年的4月28日，一个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就发现有一辆车非常的可疑，于是他就上前对这个车主进行了盘问。这辆车的车主就是麦克奈尔。终于被抓到了，这次。哦，还没有。还没有被抓到。对，因为就在他在盘问他的过程当中，他就趁这个警察不注意的时候，一个转身，马上就跑了。当时这个警察其实也不知道这个车主是谁，他就只是把这个汽车进行了扣留。反正这个汽车也不是他的，扣留就扣留吧，他抢来的不是？哦，对呀、他抢来了。他抢来的。可是重点就是，当这2天之后，那个警察就在《美国通缉令》这个节目里面，他就看到了熟悉的脸孔。原来那天他遇到的那个人就是美国通缉犯的前15名麦克奈尔。于是他就重新对这辆车进行了搜查。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面，他就发现了一个数码相机，里面有着很多麦克奈尔的 selfie。因为他很这样有情调，会自己拍 selfie。哦，其实并不是，警方认为，其实他拍这些 selfie 是为了制造一些假的身份证。哦 ，OK。由于警察一直都还是没有抓到麦克奈尔嘛，麦克奈尔就继续他偷东西、偷车，然后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就一直穿梭在美国跟加拿大2个地方之间。有时候他也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几个月，给他自己有一个时间可以制造一个假的身份证。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07年的10月24日，有一位民众他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这辆汽车是贴着那个黑黑的膜，就是你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的。这个骑警他就怀疑这是一辆被偷的车，而且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情况嘛，或许他也从事着什么不法的活动。所以他就记下了这个车牌，然后报告给了警察。就在隔天，刚刚入职6周的警官 Steven 就在一个乡间的小路上面发现了昨天那位警察报告的那辆可疑车辆，于是他就对他进行了追捕。然而 Steven 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一个菜鸟警官，但是他却有着满腔的热血。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在追捕的人就是麦克奈尔，而且麦克奈尔被 Steven 追了几条街之后，直接跳车逃跑。最后他在跑了几公里之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支被 Steven 追上。其实这时候的麦克奈尔他已经40多岁了，就已经很老了。然后他已经很老了，然后 Steven 警官他才20多岁。如果麦克奈尔他还是20多岁的体力，或许他还可以逃跑。就在重重的警备之下，麦克奈尔最后被引渡回了美国，并且被关押在了科罗拉多州里面的超级监狱 ADX 监狱里面。当然，麦克奈尔的越狱故事其实也吸引了不少媒体的注意，其中就有一位加拿大的记者，他就在2008年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麦克奈尔，信中还附上了麦克奈尔被捕的小镇的照片。他很感谢麦克奈尔，因为就是他让他的这个小镇直接出了名。而且信中他还附上了3美元，就是给麦克奈尔之后可以给他回信的时候买那个纸还有邮票来寄回去给他。不过最后监狱退回了记者的钱，并且允许他们进行书面的通信。后来麦克奈尔跟这名记者互相通了几百封的信件，在这些信件里面，麦克奈尔就讲述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尽管麦克奈尔的说法跟警方描述的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却成为了麦克奈尔真实的人生写照。作为最擅长越狱的罪犯之一，麦克奈尔在2014年5月的时候就曾经向监狱申请了假释，但是毫无悬念的直接就被拒绝了。现如今，麦克奈尔已经满头白发，他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终身监禁的代价。在他的心中，一定也还有对越狱的执念，可是这一切的想法注定都终将难以实现。所以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我是 Jackson， 我是小仙女，拜拜拜。